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29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2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49.70，收盘价是256.24，最高价是在259.88，最低价是在248.89。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1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当日的成交量是 1.59 亿股，较前一个交易日 1.65 亿股略微量缩。KD 值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双线是趋于合拢，开口变小。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在减弱，并且呢，股价出现了回升。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略有增大，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红柱。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短期的空头趋势。好，我们来看 K 线信息。在6月2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多头回档后的反弹中。当日的这根 K 线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上方我们会看到是在258附近遇到了压力。258我们指的是6月26日这根含有长长上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并且带有大的成交量的这样一个下跌动能的 K 线的最高。也就是我们258，我们指的是这个点。那在这个地方遇到压力，然后呢，股价收在相对高的位置。那这是当日这根 K 线的一个遗憾，就是没能够瓦解这样一个下跌动能的 K 线，并且呢留有长长的上影线。那日后啊，股价如果是继续上行，它的目标依然是258，当然还有6月28日这根 K 线最高是260。那股价日后只有收盘价站上这个位置，才能够继续向上反弹，否则呢，那这个地方将会成为第二个高点。前面有一个277，那这将形成头低这样一个现象。那头低，如果股价再继续下行，出现底低呢，也就是说会继续目前的这样一个空头的趋势。好，这是我们说的K 线信息。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6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给出了2个方向，也就是要突破这根含有长长上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那向上反弹的方向，收盘价是在260.5附近，在这个位置。向下突破，收盘价是在238，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我们给出的是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横盘，收盘价会在245附近。实际在6月28日收盘价是在256.24，出现了反弹。那我们预测的反弹的收盘价的点位和实际的发生的点位啊相差较大，但是呢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是相同的，
就是股价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那遗憾的是呢，没能够站上258去瓦解这个下跌动能的 K 线。那后面一根 K 线如果是上涨，我们刚刚说了，任务就是要突破这根 K 线的最高。那因此呢，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对于6月2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如果上行的目标依然是258，要瓦解这根下跌 K 线的动能。但是呢，如果要完成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后面应该要有一个补量的上涨，要有大的成交量，因为在连续像这根 K 线出现的这是一根下跌动能的 K 线，然后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啊，股价是出现了反弹，但是成交量都是略微量缩，所以日后如果要想站上这个目标啊，必须要有一个补量的上涨。那补量的上涨，通常我们说的是必须要有一个多头的力量介入，那否则在这个地方啊，很容易会遇到压力而出现折返向下的。所以，第一个目标我们认为依然是258，要有一根补量上涨的 K 线才能突破它。好，那如果站上了258，就瓦解了这个下跌的动能，那股价会继续反弹。如果继续反弹，那上方第二个目标就是277这个水平线，站上277将会完成这样一个上涨的过程，然后出现回后再上涨。对，一旦出现回后再上涨，会出现头高，继续确认自1月6日以来的，或者说是自4月27日以来的这样一个上涨的多头趋势，那么股价将会继续向上。那继续向上的目标就是314，所以上行的目标现在是258、277和314，其中1号趋势线将会成为，如果突破了277之后呢，1号趋势线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那它将是强压力。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后续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现在我们要进行调整。那第一个目标我们要提升到哪儿呢？就是这个6月2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41附近，我们先加一条线。那这第一个目标我们为什么要由原来的223提升上来呢？就是目前我们来看股价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回档，然后呢在6月27日出现的是日内的一个反弹，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会看到收盘价超过了它的最高，股价会继续向上，因此这个地方成为了一个底。对，所以目前股价如果下行的目标就是要跌破这个位置。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目前股价是在一个回后的反弹中。对，或者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叫日后股价如果出现重新站上277啊，叫回后上涨。现在这个回后上涨呢，并没有被确认，只有站上277，我们才能够称为叫回后上涨。而目前的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股价的位置呢，是出现回后的反弹中。所以说呢，那我们会看到
目前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高点，那股价如果出现想要下行，出现高点之后，目前有一个头低，如果出现下行，这是一个底，那它将会它的目标是要出现底，对，那这样一来就会确认这样的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所以股价目前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确认这个空头趋势，对，所以我们把241定为目前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这是我们对这个目标的一个解释和说明。好，那一旦241被跌破，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223，我们把它的颜色变换成第二个目标的颜色。好的，好。当然我们还要再补充说明，要完成第一个目标，我们会看到现在的20日均线值已经上来了。那20日均线值上来之后啊，既有好处又有不利的现象。上来之后，好处是如果有多头力量介入，会继续沿着20日均线值继续向上。但是不好的是，一旦20日均线值上来之后啊，如果没有多头力量介入，再有大量的空头出现，那很容易会跌破20日均线值。那在多头的趋势当中，股价出现回档，一旦跌破了20日均线值呢，将会出现一个空头趋势。所以说，目前我们说，在跌破这个241之前，20日均线值将会是一个关键。好。那第一个目标如果被跌破，我们说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22，然后223，然后第三个目标就是212。好，那下方的这个目标呢，我们先把它删除，就是195。好，那目前股价下行的目标是241、223和212。好的，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目前股价上行下行的目标。然后，在6月29日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好，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日给出的观察位，我们给出这两个位置，就是股价如果能够在上方这个位置运行呢，或者在它之上运行，很容易收在高位。那我们会看到，确实是发生了这样的现象。下方的这条线呢，就是如果在它之下运行，那很可能会收在低位。好，我们先把这个之前的观察线删除一条。那对于6月29日观察位，我们给的是253，在盘中我们要关注253。253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那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呢？就是如果在6月29日盘中，股价能够在253上方运行，是很容易收在高位，或者是出现横盘的现象的。对，但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253下方运行呢，那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收在低位。所以这个位置是我们要关注的，并且呢，这个位置正好又是这个前一日 K 线实体部分的终点，对，就是50%的成本位这个位置，对，所以这个位置呢也会成为一个小的支撑，如果股价是高开盘或者小幅的低开盘，对，但是如果出现大幅的低开盘，那这个位置将会成为压力。那下方呢，我们找的支撑就是20日均线值。如果20日均线值不能支撑住股价呢，那股价一定会测试241，这个我们说的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好，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在6月28日收盘价256.24这个位置，在技术上我们是不可以进场做多的，当然也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理由是出现了价涨，然后成交量是量缩。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成交量出现量缩，在技术上是不可以进场的，因为同时还有一个，在6月28日这根 K 线含有长长的上影线，所以上方在这个地方是有压力的。一旦量缩，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没有多头的力量进入，那股价很容易会出现折返向下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可以进场做多或抢反弹的。好，那我们还要说明，例如在前一个交易日，我们说也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做多的，也是因为成交量是量缩。但是我们说，如果例如我们说手痒，我就想要进场去测试。那在前期视频我们说了，在这个地方如果进场抢反弹，那目标一定是上方的258附近，然后呢，一定要守好止损，守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241附近那我们会看到，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出现的是继续反弹。如果在这个地方说侥幸进场，目前股价出现了反弹，对于这样的仓位，应该是即刻获利出场的，而不是要等待后续股价比如说继续上涨，我们继续持有，不是这样的，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即刻获利出场，因为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出现低开盘，然后出现一个实体长红 K 线的话，那很可能会跌破抢反弹的进场点。对，然后呢，如果不跌破241，有可能我们会守241。你守241，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一旦再次出现一个实体长红 K 线，那这样一个进场抢反弹的仓位，它就成为一个虽然仓位很小，那如果你等一根 K 线，那很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对，所以如果在前一个交易日，要侥幸进场抢反弹，现在也是侥幸获利，那么应该是即刻出场的。对，好，我们做这样的描述并不是跟踪前一日我们给出的，其实前一日视频我们并没有给出这样的操作建议，我们只是说，实在手痒可以进场。对，那我们现在在说这个仓位呢，并不是跟踪它，而是提出一个警示，如果侥幸进场，现在应该是即刻获利出场的。对，好。好，那么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在6月28日这个地方是不可以进场做多的实际上也是给之前进场抢反弹的一个警示。这个地方不可以进场抢反弹，一定要获利出场。对，好，有点啰嗦，但是呢，要强调一下，毕竟我们之前提到过，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说明。对，好。那这是多头不可以进场抢反弹，什么时候可以进场抢反弹呢？我们要等，或者叫进场做多呢？进场做多，我们要等股价重新站上277才能够考虑，否则我们说现在股价从目前256这个位置，一直到277。都会遇压而出现折返向下，一旦遇压出现折返向下，我们会看到这已经有头低了。那虽然再继续反弹，依然是头低。一旦遇压反转向下，有头低，空头一定要让这样的趋势变成低，这是它的目标。
所以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股价就会出现空头趋势。所以从256到277这个区间，既是压力，那么这个区间都是反弹，我们是不可以进场做多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在6月29日开盘之后就会有空头进场，那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40这个位置，241，或者是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265。好，那如果是高开盘呢，我们认为在目前的股价的位置一直到277都会有空头建仓或加仓，他们的目标都是要跌破241和回补这个缺口。那在高位进场的空头呢，他们的回补位就是277。所以我们说啊，股价后续如果继续反弹，一旦站上了或者接近或者站上了277，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区域一定会有一个实体长绿 K 线去突破，那在这个地方会有空头的回补。好，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描述。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6月2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请各位网友如果方便，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我们说上方的第一个目标258和前高258到260，这是第一个压力位。第二个压力位是265，是6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77。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53到250。然后第二个支撑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是249。我们并没有把它合并，因为它们标志不同。对，好，那接下来下方第三个目标就是下方的这个第三个支撑就是下方的这个缺口是235到240。那其中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支撑，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45附近，它是在缺口之前的一个支撑。好，这个我们会在文字说明当中会把它写清楚。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6月2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给出的预测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依然是叫做向上的突破和向下的突破，就是突破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和最低。好，我们先来看向上突破。如果是向上突破，它将是一个高开盘，或者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在盘中最低会回踩到253.5，最高上方会到达264，然后收盘会收在262附近。它的条件，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3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向上突破。也就是站上第一个目标和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那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呢，那更有利于股价日后的继续反弹。好，向下突破，它将是小幅的高开盘或者是低开盘，
然后呢，股价最高会到达256，在这个位置，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44.5，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245附近。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向下突破。向下突破，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实体长红 K 线跌破前低。好，也就是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好，如果股价既不出现向上突破，也不出现向下突破，那我们认为第二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如果出现横盘，它将是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2.5，最高上方会到达262，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257附近。出现横盘，我们认为股价会给出一个休息的 K 线，也就是含有上下影线的一个小绿或小红 K 线。那对，也就是叫小绿 K 线，对。那也就是继续给出股价后续走势的不确定性。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2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